OK，嗱咁啊，講完內銀，咁啊要講下內險啦。內險都係呢一個有啲投資者關注啊。嗱，最近咧，大家如果望住一樣嘢叫做中國10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咧，係非常之恐怖啊！依家已經跌穿到，我今日望一望咧嚇親，係1.78啊，1.78非常之低啊，低到咧好似日本咁低啊，可能啲人話仲低過日本啊。咁咧呢個係好弊嘅喎。如果你10年國債利率係得1.78%，咁呢個會導致呢個中資嘅壽險股啊，中資嘅壽險企業係會面對利差損嘅風險嘅喎。即係市場又是緊張啦。究竟你啲中資嘅壽險股會唔會有利差損嘅風險啦？當你一望住中國10年國債嘅收益率跌到嗱，以前2厘都已經話好低好低啦，跌穿2厘1.9厘，哎呀好低好低啊！依家連1.9都穿埋，1.8都穿埋，得1.78啊！咁係非常之低嘅喎。咁大家要知道咧，嗱，壽險公司賣嗰啲壽險保單咧係有負債成本㗎，有負債成本嘅。咁如果我哋將壽險公司嘅業務分做新業務同埋現有業務，新業務咧就叫做 MBV 啦，新業務價值啦。現有業務咧就叫做 VIF 啦，叫做有效業務價值啦。一個係新嘅，一個就係現有嘅。咁佢個負債成本，我哋有一個叫做打平收益率嘅喎，即係話你個收益率唔可以低過呢個水平㗎。你一低過呢個水平咧，你賣嗰啲保單就係蝕錢㗎啦，你係蝕錢㗎啦。咁所以咧，大家要及住。咁究竟每間上市公司，即係講緊內險啊，每間壽險公司佢嘅新業務價值嘅打平收益率係幾多啊？佢嘅現有業務即係有效業務價值嘅打平收益率係幾多啊？嗱，咁啊，券商咧就幫我哋計咗出嚟啊，因為當你知道佢新業務同埋存量業務嘅最低資本要求，即係最低嗰個收益率要求咧，咁你就會睇到究竟佢面對嘅利差損風險有幾大啦嚇。咁有啲數據啦嚇。嗱，以呢一個今年上半年啊，以今年上半年嘅新業務價值嚟計個打平收益率啦，中國人壽係2.23%，中國平安係2.06%，都係2字頭啊。中國太保係2.7%，二字頭啊。嗱，新華保險咧就係淺藍色嗰條線最高啊，3.26%啊，3.26%。呢個係新業務佢打平嘅收益率嚇。咁啊，現有業務咧，存量業務嘅打平收益率係幾多啊？中國人壽2.23%，中國平安2.46%，中國太保2.17%。喺現有業務咧，中國太保係最低啊，打平收益率係最低嘅，就係嗰條黃黃地色嗰條。新華保險啦，新華保險咧係3.06%，淺藍色嗰條係穿咗3%啊，3% 以上。咁無論如何啦，無論佢係幾多啦，2點幾定3啦，你都會睇到啊，新業務嘅打平收益率同埋存量業務嘅打平收益率都係高過目前中國10年國債嘅收益率嘅喎，都係高過啊。而家10年國債收益率得1.78啫嘛。咁佢打平嘅收益率都要2點幾%嘅喎嚇。咁呢一個咧就會導致到咧咁如果你繼續維持呢個，如果中國10年國債收益率繼續維持喺咁樣嘅趨勢啊，由2點幾一路跌穿2，跌穿1.9，跌穿1.8咁嘅趨勢咧，咁佢個淨投資收益率咧就會隨住呢一個趨勢咧就慢慢下跌㗎啦嚇，慢慢下跌㗎。咁呢一個利差損嘅壓力咧就會產生出嚟㗎，因為咧佢淨投資收益率咧係要睇你能唔能夠覆蓋你個負債成本㗎喎嚇。你個淨投資收益率能唔能夠冚得住你嘅負債成本咧？如果冚唔住，咁你就有利差損㗎啦。咁因為咧
大家要知道咧，壽險公司嘅保單就係佢個負債啦。佢個負債年期咧係俾佢攞住嗰啲保費嚟投資我哋所謂嘅資產年期，即係話一個係負債年期，就係你賣嘅保單；一個咧就係資產年期，即係話你運用啲保費去投資。兩個年期係唔同嘅喎。咁原來咧內地嘅壽險公司佢嗰個保單嘅負債年期係比投資嘅資產年期長嘅喎。大概長幾多咧？平均即係當然每間公司係有多有少啦，但係平均係6.57年，即係話咧平均行業平均個壽險嘅負債年期係超過佢資產年期係超咗6.57年啊！超咗6.57年，咁即係話咧，佢壽險佢保費投資嗰啲債券到咗期咧，佢啲保單負債都仲未到期喎。咁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啦。如果15年前我哋講15年前，咁一間壽險公司佢賣咗一張保單，咁嗰張保單嘅負債年期係20年嘅，咁佢當年就將呢啲保費投資15年平均15年嘅一啲債券平均15年嘅債券，咁負債係20年啦，佢投資嘅債券係15年啦，咁到咗今日啦，即係到咗15年啦，過咗15年嘅今日啦，咁佢當年投資啲債券到期咯，咁攞翻到期咁攞翻錢啦，係咪？咁但係你攞翻錢之後，你個負債未到期喎，你個負債仲有5年喎。咁你諗住，我收翻筆錢啦，我今時今日攞去再投資點啊？哇！我哋假設佢15年前佢賣呢個保單嘅時候，佢保證俾客嘅利率係4%。OK， 咁佢15年前攞一筆錢去投資，個利率係有6厘嘅，當年有6厘嘅。OK， 咁15年後今日到期啦，你嗰個保單成本仍然係4%啊嘛，係咪？咁仍然未到期啊，仲有5年後先到期啊。咁但係你啲債券到咗期，你而家再攞筆錢出去買債券，發覺而家得翻1.78厘喎。以前6厘冇得買啦，得翻1.78厘。咁呢個就叫做再投資風險啦。呢個就係再投資風險，即係話當啲壽險公司如果佢面對一個利率環境係一路向下嘅，係利率一路向下越嚟越低嘅，咁咧壽險公司如果佢個負債年期係超過資產年期嘅，其實大部分都係負債年期超過資產年期啦。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就要面對再投資嘅收益率係下跌嘅，因為佢之前投資嘅債券一到期再投資咧，新嘅債券咧個利率係越嚟越低嘅，收益率係越嚟越低啊。咁呢個就係內險即係壽險面對嘅呢一個問題啦，就係長端利率係越嚟越低，佢就要面對再投資嘅風險啊！再投資嘅風險咁事實上咧，呢一個佢個市場利率越嚟越低咧，會令到佢嗰個負債係會快過資產嘅增長喎。其實咧如果大家記得咧，2024年上半年咧，新華保險咧就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咩咧？因為利率下跌啦，咁咪保單負債就會即係佢個準備金佢要增加，因為你投資你嘅精算之下，你投資嘅錢嘅收益會少咗嘛。投資收益少咗，你就自己揞袋出嚟冚翻落去啦。咁所以佢個準備金就會多咗。咁準備金其實係一個支出嚟嘅，你支出多咗咧，咁佢個淨資產咧就會下跌㗎啦，因為個負債增長速度係快過佢資產增長嘅速度嘅，因為咧個利率一路向下啊嘛，咁佢就要計提準備金，就導致淨資產下跌㗎。咁呢個咧事實咧係對於內地個壽險股咧係非常之不利啊。咁呢個就係點解我而家咧我就唔買壽險股啦，因為事實當你望住呢一個中國10年債息個利率咁樣跌法咧，咁咧就唔
我就唔會買壽險股啊，即係講個人啊，唔係投資建議，只係個個人取向啊，個人嘅取向就而家唔會買壽險股啊。不過利益申報我係有財險股啊，財險股係另一個股仔啦，財險股係另一樣嘢，因為財險股係冇利差損嘅問題㗎。咁呢個有機會我哋再分享財險股啦。